提到 OLED 屏的笔记本，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？没错，相信很多人的反应都是烧屏。手机上的 OLED 已经普及了多年，大家都见怪不怪了。而笔记本的 OLED 屏还是这2年才开始大规模普货的。再加上 Windows 的 UI 和主流的使用习惯确实容易导致烧屏，大家有所担心也很正常。不过一直以来都很少有人能说清楚 OLED 笔电到底用多久会烧屏，以及会烧到什么程度。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们花费了2个月，一共动用了5台 OLED 笔记本，完成了这项成本巨大的测试。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点个免费的赞，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介绍一下测试条件。为了避免故意黑的嫌疑啊，本次测试机的品牌型号我们就不透露了。不过呢，机器所采用的面板都是这个，这是一款三星的15.6英寸 OLED 面板，在主流价位的笔记本电脑上比较常见，采用的还是稍微有点老的E4发光材质。众所周知啊 ，OLED 屏烧屏的速度和使用时间、亮度、显示的颜色、厂商优化等多个方面息息相关。本次实验我们模拟了2个场景，一台亮度拉到最高，重装了 Windows 11纯净版，以去掉所有厂商优化，并且使用 Windows 默认的浅色模式，对应比较极端的情况。另一台则是把亮度调低到300尼特，这也是明亮的室内常用的亮度。机器默认为原厂系统，保留厂商自带的优化设置和深色模式，对应了大部分人日常使用的条件。测试的画面呢，我们分成了几个部分，左上角呢是一些常用的软件的快捷方式，左下角是循环播放的本地视频，右侧则分别是 RGBW 的4种纯色色块，底部是不隐藏的状态栏。另外，我们还运行了一个脚本，让它每隔30秒进行一次键盘输入，这样可以防止触发自动熄屏或者屏幕保护程序。最后，我们把2台电脑设置好，7×24小时不间断的烧30天，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下个月见啦！30天过去啦，我们先来看1号机，也就是纯净版系统加上最高亮度的这台。烧屏最明显的地方显然是任务栏，这里在测试过程中一直是白色高亮的区域，现在则是出现了一道深色的印记。如果仔细看的话，还能勉强分辨出固定在任务栏上的图标。另一个相对明显的地方是屏幕左上角的快捷方式，最显眼的就是网易云了，如果动起来的话更容易看出来。此外，纯绿色的 Xbox 图标也有一点痕迹。不过除了这2个地方以外，其他区域的烧屏就很微弱了，基本上看不出来。而且即便是网易云和任务栏这种比较明显的地方，如果不是使用灰色背景拍摄，其实也不太容易被发现。总之，我觉得仅用30天这个情况来说，烧屏呢确实有，但基本不影响使用。下面再来看看采用原厂系统、亮度300尼特的2号机。按理说原厂系统会有优化，而且呢亮度也低了，烧屏应该更轻才对。但是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啊，2号机反而是烧屏更明显的那个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屏幕右侧的绿色区块出现了明显的变暗，这个现象在1号机上是很轻微的。然后左上角的网易云图标也是2号机的痕迹稍微重一些。不过由于原厂系统采用的是深色任务栏，所以说桌面底边的烧屏比1号机要轻。当然仔细看的话还是能发现的啊。反正这个结果给我的感觉是很反常的啊，原厂系统和低亮度竟然成了负优化，暂时还没有办法确认是个体差异还是别的什么问题。一般我们提到 OLED 烧屏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像素点的老化是不可逆的，但是它真的就完全不可逆吗？我们试着把2台电脑关机放置了1天，重新拍摄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它们俩的烧屏情况都大大减轻了。2号机的纯色色块不那么明显了，而2台电脑的任务栏和左上角图标则几乎完全恢复，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几乎看不出异常。也就是说 ，OLED 烧屏的现象并非完全不可逆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，其实可以恢复一部分啊。当然，只凭肉眼和相机并不能准确的量化烧屏程度，于是我们又请出了校色仪。其实，在烧屏开始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对1号机的4个纯色色块区域进行了校色和测量。当时它的色准情况是这样的：经历过30天的高强度烧屏之后，它们的色彩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？从实测的数据来看，色准确实有所下降，但是程度呢并不大。最大调差异只增加了不到 0.5， 属于肉眼基本察觉不到的水平。同时，屏幕的最大亮度略有衰减，几个色块的最大亮度下降了10到20尼特不等。看来老化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啊。
总的来说，经过7乘24小时乘以30天的高强度测试之后，两台 OLED 的笔电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烧屏现象。不过在休息了1天之后，它俩的情况又有所好转。无论是靠肉眼观测，还是以校色仪的数据来看，这种程度的烧屏都不太影响日常使用。那么看起来本期视频可以画成一个圆满的句号了。显然不是啊，我觉得仅仅30天的测试还不够长嘛。而且这两台电脑的烧屏程度倒挂的现象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嘛。于是我们又买了3台同样的电脑，再加上1台 IPS 屏的游戏本，重复了这个测试。同时前面的2台电脑也跟着一起又烧了30天，获得了60天的数据。实验进行到这里真的是成本巨大了啊！希望大家看到这里给3连吧，多谢啦！又是1个月过去，先来看一下3台用来做重复测试的机器。这3台电脑烧屏的程度差不多，左上角图标都有轻微的印记，右侧能依稀看到纯色的色块。如果仔细看的话，3号机要稍微严重一些，这也是一个不太寻常的结果啊。因为3号机和4号机的测试条件是完全相同的，而5号机对应的是更极端的场景。再结合前面1、2号机烧屏30天的结果，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第一 ，OLED 烧屏的速度存在比较明显的个体差异；第二，原厂系统优化以及把亮度从400尼特降低到300这种措施，对于缓解烧屏效果有限，甚至都抵消不了个体差异。当然，在经过1天的休息之后，这3台电脑的情况都有所恢复。总体来看，都属于不太影响使用的水平。也就是说，即便是像3号机那样体质比较差的个体，对于30天这个级别的压力测试也是能扛住的，不用过分担心。至于那台作为参考的 IPS 屏笔记本，它的情况就比较符合认知了啊。由于 LCD 的显示原理，它本来就不容易烧屏，在高强度显示30天之后，只在任务栏上能看到一条浅浅的痕迹，而且静置1天之后就完全消失了。可见，相比 OLED，LCD 屏的耐久度确实会更长一些。如果特别看重使用寿命的话，LCD 依旧是首推的选择。最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重头戏，2台锻炼了60天的老同志的表现。1号机的任务栏烧屏已经非常明显了啊，属于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水平。右侧的纯色色块也出现了可见的烧屏，同样左侧的图标印记也变得更加清晰可辨，而且即便是正常使用下也是很容易发现的。然后是2号机，它的任务栏烧屏还是比较浅，看来深色模式确实能有效缓解任务栏区域的老化。它的左侧图标印记和1号机处于差不多的水平，而右侧纯色色块则依旧比1号机更深，尤其是绿色区域，可以明显看到颜色变暗了。同时，左侧视频播放的窗口也出现了痕迹，可以说烧屏很明显了。不过我们前面也说了啊 ，OLED 的烧屏在静置一段时间后会有所恢复。在冷机休整1整天之后，1号机的状态又健康了不少，左侧的图标和右侧的纯色色块都变淡了，只有底部的任务栏的残影还是比较明显。2号机呢，则是任务栏健康，不过纯色色块和图标上的痕迹依旧可见。个人认为属于那种需要仔细看才能发现的程度。说完了主观表现，再来看一下校色仪的数据。首先最明显的是亮度衰减，1号机的4个区块亮度都下降了将近50尼特。敏感的人应该能察觉出来。色准方面，60天之后，所有4个色块平均delta E都超过了1，最大delta E都超过了2.5。虽然还在良好水平，但是劣化的趋势很明显。对于看重色准的用户来说，可能需要重新校色了。看到这里，大家觉得这2台烧屏60天的电脑还能用吗？个人认为，2台电脑虽然都烧出了一些无法恢复的痕迹，但是总体来说，对于观感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，日常使用没什么问题。当然，只有我说了不算。这次我准备介入一下第三方的检测机构，我在闲鱼上把任务栏烧屏最严重的1号机卖给了自己的小号，同时勾选了闲鱼的验货宝服务。理论上来说，验货宝会对电脑进行专业的检测，光是屏幕部分就有13项，像烧屏这种常见问题应该能检测出来吧？结果你猜怎么着？验货报告显示屏幕一切正常，完全没有老化，反倒是 C 面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磕碰被检测出来了。虽然这只是一次验机，不能反映普遍状态，但至少说明极端场景下连续烧屏60天的电脑是不能一眼看出来的。从烧出痕迹到完全不能用，应该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。好了，看了这么多的测试，相信大家的眼睛都累了啊。综合本次测试的所有数据，我总结出了下面几条结论，供大家参考。第一 ，OLED 在 Windows 环境下确实会烧屏，但是烧的速度并不快。
在测试中，只要30天时间，2台 OLED 的电脑就会出现在灰色背景下肉眼可见的残影。不过，在冷机休息1天之后，大部分印记会恢复。在高强度烧屏60天之后，才会产生无法消除且比较明显的痕迹。但是只要不盯着看，影响依旧很小，甚至闲鱼第三方检测都发现不了。第二，虽然 OLED 烧屏的痕迹看起来不明显，但是在色彩亮度上会有比较大的衰减。从校色仪的数据可以看出，测试30天之后，数据的变化并不算大，但是到了60天之后，色准和亮度都有明显的下降，已经可以算得上是2块屏幕了。所以，如果你对色准、亮度等指标有很高要求，那对于 OLED 屏来说，定期校色可能是必须的。第三 ，OLED 的烧屏速度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，不论是一开始的2台机器，还是后来的3台复测的电脑，都会出现一些不太寻常的数据，要么是同样条件下一台比另一台烧屏快，要么是亮度低的一台反而烧屏更明显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屏幕间的个体差异对 OLED 烧屏速度的影响很大。这个程度甚至能抵消降低亮度和软件优化的效果。最后，如果你已经在用 OLED 屏的电脑，并且想尽量延长使用寿命的话，那我可以结合这次的测试给出几点建议。首先，在 Windows 环境下，最高危的区域就是底部的任务栏，所以采用深色主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开启自动隐藏任务栏，不过有些人可能不太习惯这个功能啊，建议按照自己的偏好设置。另一个容易烧屏的地方就是壁纸和桌面图标这种静态画面了，这个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，只能每隔一段时间，比如说2-3个月就更换一下图标的位置，换一张壁纸。其实对于 OLED 的寿命问题，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啊。本次实验我们烧了60天，才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痕迹。考虑到大部分人使用习惯都是用几个小时就合盖或者熄屏休息 ，OLED 的寿命可能会成倍的提升。我认为至少在1年内都是完全不用担心烧屏的。而且，如果大家关注贴吧之类的论坛，可以发现，笔记本的烧屏啊，似乎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。用了好几年，出现烧屏的情况都极少数。这2年，随着技术的进步 ，OLED 的寿命应该更长才对。所以，我觉得千万不要妖魔化 OLED。对于不准备把电脑当成传家宝的用户来说，该买就买，只要让它在合理的寿命内发挥应有的价值就够了。好的，以上。